观之道，为师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骨刺是一个听着就让人感到很疼的疾病，但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会出现疼痛等症状。骨刺又叫骨质增生或骨赘，实际上是骨骼为了修复和适应而做出的调整性改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。我们如何预防骨刺？长了骨刺以后应该怎么办？小关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保护好关节，拔掉心头那根刺。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光磊介绍，45到65岁的中老年人 X 光片检查大约 20% 会出现骨质增生的表现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 X 光片检查大约 80% 会出现骨质增生的表现。骨赘可分为创伤性骨赘和退行性骨赘。创伤性骨赘是指骨折或手术引起的骨骼异常增生，可能导致创伤性关节炎，而退行性骨赘更加常见，也称为老化性骨赘，即骨骼和肌腱因自然退化不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，需要承重的骨关节系统长期遭受挤压和摩擦，导致骨骼发生磨损。机体在自我修复时产生一种良性代偿性赘生物。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郭胜杰介绍，以膝关节为例，正常情况下，膝关节的股骨和胫骨关节面上都有一层软骨包裹，它有一定的弹性，并且没有血管和神经，因此在日常活动时，膝关节可以灵活活动，不至于因互相研磨出现疼痛等不适。关节软骨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，但一些上了年纪或长期活动过量的人，关节软骨会逐渐发生退行性改变，如水分减少、失去弹性、变薄甚至消失，也就是所谓的磨损。专业上称之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。软骨面磨损后，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：一、疼痛，关节活动时发生软骨研磨，从而产生活动疼痛的症状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，很多骨刺患者认为关节疼是因为骨赘扎在周围的肉上，于是想通过剧烈活动把骨赘磨掉。不过，这个想法是一个误区。郭胜杰表示，疼痛并非刺扎进肉里，普通的日常活动有利软骨保持一定活力，但长期过量的活动会对软骨造成一定损伤，建议此类患者要减少活动。二、骨赘。骨刺的产生是因为软骨厚度丢失，关节出现不稳定的状况。为了弥补这种不稳定，在股骨和胫骨的边缘就产生了骨赘，将关节周围的关节囊撑起来，以维持关节稳定性。所以骨赘实际上是一种机体代偿性产物。通俗的讲，如果将膝关节上面的骨头比作一个铁锤，下面的骨头比作一块铁针，软骨就相当于在铁锤和铁针的表面上各覆盖了一层塑料，在长期研磨挤压中，铁锤和铁针表面的塑料逐渐变得薄弱甚至磨透，铁锤和铁针的边缘也会出现卷边或毛刺，相当于骨关节的骨赘。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郑先友介绍，除膝关节外，骨赘还可能发生在颈椎、腰椎、髋关节、踝关节、足跟等经常负重的部位，以及手指、肩部等处。而不同部位的骨赘有不同的表现，小关这就带大家看看最常见的3种表现。一、脊椎骨刺会导致椎管狭窄。脊椎本就是人体主要承重骨骼，不良姿势习惯会大幅度增加其所承受的重量，尤其是颈椎和腰椎活动频率高，极易发生蜕变和骨赘。同时，脊椎包围着重要的神经中枢，骨赘常会压迫神经，导致椎管狭窄。颈椎骨刺会导致各种类型的颈椎病，可能产生颈部疼痛、酸胀，甚至上肢无力或发麻等不适症状。腰椎骨刺则会引起腰背部疼痛、僵硬或下肢酸胀等表现，其中腰背部症状通常在休息时更明显，轻微活动后会有所缓解。下肢症状则会影响患者运动功能，比如本来只需走15分钟的路，因不断休息或行走缓慢而需要更长时间。二、膝关节骨刺会导致关节炎。骨赘中以膝关节退行性骨赘最常见。郭胜杰表示，退行性骨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机体关节老化。从微观上讲，
老化的关节内会产生大量炎症因子，这是一种无菌性炎症，我们称之为骨性关节炎。郭胜杰介绍，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通常会出现3种典型症状：疼痛、畸形，并且活动受限。例如，患者常出现一侧或双侧膝关节疼痛、肿胀、活动受限等不适感，甚至因膝关节内外侧骨缝磨损严重失衡而出现畸形。膝关节蜕变较轻的患者，通常在长时间活动或上下楼、爬山等过程中出现疼痛，稍微休息能有效缓解。随着病情加重，患者走平路时也会疼痛，上下楼梯或蹲起困难。3. 足跟骨刺会诱发直腱膜炎，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，久站或长时间行走，跟骨下面就可能出现骨刺，同时周围软组织会出现足底筋膜炎，医学上称为直腱膜炎。这类骨刺通常会造成疼痛，行走或站立时间过长都会使疼痛加重。长期活动过量的人和年龄较大的人，关节更容易磨出骨刺。同样，骨刺也会挑选特殊的人群针对，下面这6种人更容易中招。1. 中老年人。上面也说了，骨刺主要是由于机体退行性改变而产生，临床上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人群，其中女性更常见些。2. 久坐族。近年来，由于社会发展需要，久坐办公的人越来越多，再加上葛优躺、二郎腿等不正确的姿势，骨刺的发病已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。郑先友表示，目前临床上已出现不少40多岁的骨赘患者。3. 肥胖者。肥胖会导致髋、膝、踝等关节的负担过重，软骨受到过度挤压，极易形成磨损。4. 重体力劳动者。与肥胖类似，身体承受的外加压力过大，导致关节软骨容易受损。5. 高强度体力活动人群。当下年轻人活动量增多是好事儿，可以提高身体素质，保证身体健康。但长期做一些挑战身体极限运动的人，如运动员和一些追求极致的健身人员，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关节蜕变，长骨赘的几率更高。6. 家族遗传。如果家中父亲或母亲患过骨刺，那么子女得骨赘的概率也会升高。长骨刺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已经长骨刺的患者不必过于紧张，更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宣称吃药可以消除骨刺、过量活动可以磨掉骨刺的小广告、偏方或非正规机构。郑先友解释，骨赘的本质就是我们身体中的骨头，如果有吃药消除骨刺的方法，那我们原本的骨头也将一起被消除。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物理锻炼和正规的药物手术治疗。以下3种是消除骨刺最常见的方法。1. 减重。肥胖者需减轻自身体重，从而减少膝关节、踝关节、足跟等部位承受的压力。2. 避免上下楼梯，少做一些对关节磨损过大的动作，例如上下楼梯、登山、打球等需要高频率或大幅度动作的活动。如果在使用上述方法后疼痛仍然持续，需要到医院就诊，选择合适自己的治疗方式。3. 混合治疗。首先可以进行药物治疗，例如服用非甾体消炎镇痛药、氨基葡萄糖等，同时结合封闭治疗，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关节内注射具有消炎镇痛作用的封闭针等。如果药物仍然不能缓解疼痛，特别是骨赘严重限制关节活动时，可以考虑进行手术治疗，即在关节修复或关节换置手术的同时清理骨赘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骨刺的产生和治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因此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做好3件事儿。1. 避免久坐，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，建议每隔30到40分钟起身活动不少于10分钟，保持坐姿正确，不翘二郎腿，不东倒西歪，也不要过度前屈。2. 适度运动。适度运动可以有效减轻关节软骨的退化。45岁以下无不适应症状的人群，不限制运动形式，但要注意运动前充分热身。3. 减少磨损。
45岁以上上下楼梯出现关节疼痛的人，无论是否有骨赘，都不应进行登山、蹲起等运动。郭胜杰说，蹲起时膝盖承受的压力是上半身重量的6到7倍，建议多做一些游泳、骑自行车、舞琴戏等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